好，小恩同学。看过我前面几次视频的呢，我给大家介绍了，最近我已经升级到810了。那期节目呢，大家也是议论纷纷哈，说这个画幅内卷哈。升到810以后呢，我现在碰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呢，就是居然市面上很少找到一只可以装得下这台机器的一个包包。那这台机器的这个尺寸呢，它是33公分乘36公分，厚度呢大概是在10公分左右。现在市面上大部分或者说绝大部分的包包呢，都是大概在28、29或者说更窄的这么一个宽度。那也就是说，实际上我这台机器把它折叠起来呢，它是没有办法平躺横着把它塞到那个包里面去的。我也专门请教了赵主席赵哥，然后他推荐的呢是 F64的那款包。那款包呢，只有从它的官网上 B&H 上去海淘。那大家现在知道，疫情特别厉害啊，那个海淘几乎是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，而且我不一定能够满意说，这只包的这个设计。我一直没有找到一只又漂亮又能装的这么一只包。然后这种包背出去千篇一律的黑呢，总让人感觉很压抑。当然它很耐脏，我承认哈。所以我没有选择赵哥推荐的 F64的那只包。经过我再三的寻找，我今天终于找到了一只据说能够把它装下的那个包，看尺寸是可以把它装下来。那今天我把它拿过来呢，我们做一个开箱啊，看看能不能到底把它那个装到我的那只包里面去。OK， 那这个包呢是 F-Stop， 中文好像叫石敢当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我们就叫这个名字。然后看了一下尺寸呢，它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这个选择。然后呢，我选择的呢是70升的这只包。然后因为是考虑到除了装这套系统以外呢，可能还需要装一些别的东西，所以呢稍微买了一个大一点的。我们就打开来看一下吧。打开是个无纺黑带，这个就是包的本体啦。然后呢，我下面呢给它配了2个内胆包。内胆包呢是要另外买的，所以如果不装内胆包呢，它就是一个户外的包包。这是一个 Pro L 的，就是那个大号的这个内胆包。然后呢，70升呢，它实际上还可以，它还装得下一个标准的 S 号的小内胆包。OK，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只包。当当，我选的呢就是这只橙色的这个包，真的是相机包当中很少见的这种颜色哈。我刚刚说了，我真的是很不喜欢黑颜色的这种。那么它每一个不同的这个容量呢，它都有不同的这个名字来代替。然后我这个70升的包呢，它叫舒卡。舒卡这个包呢，它的高度是68.6厘米，宽度呢是35.6厘米，深度呢是30.5厘米，容量是70升，重呢是2公斤，好像还行。OK， 我们看到如果不装内胆呢，它实际上是一个户外包。然后呢，这个拉链非常粗，然后每一个都有非常结实的这种感觉，然后旁边有2个锁扣。这个呢，其实就是上取的那个盖子啊，上取的盖子呢，那它里面呢实际上是打通的。如果你不装内胆的话呢，它其实就是一个能装70升的户外包。对，然后呢，里面是有一个夹层，是可以放16寸的 Mac Pro， 然后顶上呢是也有个夹层，
然后跟所有的户外包一样，它有一个头包，看样子是防水的，它有防水的胶带，里面也有2个夹层，有锁扣，然后可以帮你装很多细小的东西。然后它整个背负系统呢，它后面是2个很厚的这个肩带哈，然后这边是有很多的小的是可以插可以挂的一些设计哈。然后这边是腰带非常厚，待会儿我试一下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它是可以内开的，这里是有一个内开，然后这边有侧带，可以放各种附件，然后在这个背板上有大量的可以插各种各样的卡呀、电池啊、笔呀之类的东西哈。然后腰带上面也是有各种可以悬挂的这个地方，你可以用各种包挂把它挂起来。看一下我这个大号的内胆这个就是内胆，它里面已经给你分隔好了，然后可以装各种各样的镜头、各种各样的器械。但我觉得它这个内胆包设计的还不错，你看所有都是有这个有皮筋儿这个扣住的，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魔术贴，方便你随便怎么折腾都可以。现在我直接用原厂的这个内胆包，直接就可以把它塞到这个里面去了，直接塞进去。然后实际上它这上面实际上还是有空档，然后我们把这个 S 号的头包上面去。但这样的话呢，我这个小的这个 S 号的这个内胆包呢，它实际上是可以放各种各样的附件、镜头，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。这样实际上就直接在里面做了一个分割。OK， 这头包还是做的相当不错，还是能防雨啊。那我现在来看一下它的背负。背负相当的舒服。这里是可调节的。非常非常好。然后这边也是可以。这样，然后这里有个胸扣可以扣起来，再分担它的这个压力，就可以拉紧哈。那这样走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压力，所有的压力都是分解到胯部，然后包括这些带子全部分流掉了。即便加上一些这个镜头，也没有那么夸张，因为它自重就不是很重。然后呢，这个包在我的810的这个内胆包放进去以后呢，它旁边的这个铝的这个支架和这个包之间呢，实际上还是有一点点的空间哈。那么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，就是实际上我还缺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片夹。这个呢，就是我同时买的上面原厂的那个片夹。那一般出去呢，你不可能不带片夹。那让我试试看，这个片夹到底可以放几个？一般出门，轻巧一点的话呢，可以看到大概可以放3个背夹，可以放3个。OK， 旁边还有一些空间，我可以放测光表，放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附件啊什么的。3个，我看一下4个能放吗？4个有点悬，可能拉链都拉不上。
还行，还行。它后面呢是一个非常厚的这个海绵来做那个负重支撑的，所以呢其实是有弹性，而且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保护性的。那其实我有5个片夹哈，看最后一个能不能真的是好像就差那么一丁点，就差那么一丁点 ，OK， 完美。现在让我重新背一下，因为这些片夹也真是老不得不说，这个背负真的是非常好。这个只要这里抽紧了以后，肩膀的压力就会小，非常非常多。当你把胸带也系上的时候，那基本上肩膀是不受力的，肩膀是很少有受力，除非你这样这样。这个气势身呢，从美观的角度上说呢，实际上并不是很美观，因为我这个身高呢，他说用50升的这个体积就可以了，但是50升呢，估计只能放这个机器啊，其他的东西都要外挂了。那我不想所有的东西都外挂，所以我还是坚持，我是希望能够大一点，所以所有的机器片夹放在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位置，然后剩下的镜头还有一些很多的附件呢，都可以放在头包的那个小的那个内胆包里面。那基本上我一个包，我就可以把整个810的系统一下子给带走了，背负相当舒服，我觉得也可能短途的这个徒步也不会特别的累，然后保护也是非常好，丝毫不会觉得说会受到任何的挤压，非常的贴身它的背负也非常的贴身OK， 它还站得住。这边呢是有一个这个饮水的这个水袋可以通到里面去。那这边呢是有2个挂钩，然后呢三脚架呢实际上是可以这样挂，然后可以短的话可以这样挂，长的话呢可以这样挂，那这些都是可以收脚架的。OK， 这边有一个挂钩。OK， 它居然还站得住，看上去呢是挺大的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大小呢其实也是必要的。50升呢会比它小1圈，但是50升可以装的东西呢比它少很多，所以是从基于个人的这个考量。对，这里还有一个侧拉。那这边这个侧拉呢，实际上是可以做一些快取的这东西，但是我现在并不是很需要。OK， 那我知道其实这个包呢，它并不是专门为大画幅，特别是810大画幅设计的。真正为810大画幅设计的呢，还是赵主席赵哥的推荐的那一款 F64。它其实外面可以挂一些这个片夹片夹包，但其实我这个其实也是可以的。它那个 F-Stop 呢，它也是有很多的外挂，你可以挂很多的这个水壶啊，那个各种各样的配件啊，各种各样的小的附件什么的，都是可扩展，它的可扩展系统还是不错的。那但它不像那个 F64 呢，它都已经帮你设计好了，上面有一个810的片夹的包，旁边有4×5的片夹的包，然后下面还有一些附件的包，诸如此类的。但是 F64 呢，可能那个包可能它的深度没有那么深没有那么深，容量可能也没有那么大吧。我本来是想买一个80升的，那实际上那个80升那个实在是太大，而且太重了，就没有失去它的这个意义了。而且
我看到说有评论说 F64它好像不能这样站不住的样子，它设计是可以站得住的，所以它是一个完全按照户外的这个要求来设计的一个户外包。你把内胆全部去掉以后，它实际上是可以装很多的这个户外的这个器械和衣服啊等等的。但是它有很多的这个内胆包呢，可以进行不断的灵活的这种组合，来达到我们所需要的各种那个收纳的这个目标。然后它既然是户外包呢，所以它的这个背负呢会比一般城市的通勤使用的那个相机包呢，它背负系统会更优秀一点。然后它又有这个背后背取的这个取的这个设计哈，所以它和大型的这个相机包呢又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所以这款包也是我寻觅了很久以后发现，哎，这个是结合了户外和这个相机的这么一个结合物啊。很多户外包呢，它没有更好的这个收纳相机的这个功能，但是很多相机包呢，它在户外呢可能也有一些欠缺。然后呢，它的重量呢还可以啊，2公斤比其他的要稍微轻一点点，然后有很好的这个支撑系统。最主要的它有很好看的这种成色。我真的是已经受够了那些黑颜色的包啊，非常的亮，你很远就能看到我，然后它也非常的好看，能够搭配我红颜色的这个户外的这个衣服，而不是黑颜色。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背出去用一下。唯一的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这款包大家用过的或者说知道的话呢，就是说这款包太贵了，太贵了，真的，我是官网上买的，我没有从那个闲鱼上买，我买全新的官网的包。它虽然同意7天无理由退货，但是我觉得这么好看的、背得这么舒服的一只包，没有理由去退货，但真的是太贵了。大家可以查一下多少钱。但是呢，对于一只可以今年使用的我说的是可以长期使用的一个包来说，那么投资在这么一个包上面的这个价钱呢，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并不是说已经像很离谱啊。就主要包是拿来用的，它叫好用、好看，然后耐用，然后能够给我很大的这个支撑保护，然后背出去很放心、很舒服。那我觉得它的这个价值就能够体现出来，这个就是一个包所应该承受的、所应该具备的最重要的这么一个功能。没有这些功能，再好看也是百搭或者说它很能装，但是丑了吧唧不行。So 虽然它很贵，但是我觉得它还是配得上我那台810这么贵的一台相机，能够给到它很好的支撑和保护，也能给到我一个很愉悦的这个背负的心情。所以先用着再说呗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和意见，欢迎跟我交流。当然我会用一段时间以后，我们再来讨论这个话题，看看我有没有后悔，或者说我有没有真正的选中了一只可以信赖的包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拜拜。